大家好，我是曾明老师。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8大刘海的，今天来分享韩式刘海。那么韩式刘海呢，是最具女性特征的一个刘海。那么它呢，会有一个特征化，就是会有一边分开来，有点像28或者是37的感觉。那么在哪里分呢？走的是一边，那从另外一边的一个分角点去分，另外一边的分角点是在哪？假如我们从右走，那我们在左边的眉头与眉峰之间去分开这个点分开的效果是最好的。假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我们想把刘海走右边走，那么在左边的眉头与眉峰之间去分开。好，那么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概的位置呢，就是在眉头与眉峰之间分开的位置。我们只是把这个刘海的一个发量大概的去分一下，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分成一条路，我们吹干之后这条路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只是把它大概的一个均匀的分开。好，分开以后呢，我们要首先就开始来分析我们这个刘海的位置从哪里去剪，你的长度我们拉一根出来，假如我要盖眼睛的一个长度，那我就刚好是剪到要眼睛下方，是吧？我要露眼睛，我就凭着眼睛剪。但是这款韩式刘海呢，我们出现的效果一定是要刚刚好过去到眼睛的位置，这个弧度过去才好看，所以我们可以定到鼻子的一个长度，那么你剪过去这个弧度呢会更加好看。如果剪得太短了，它就没办法往边上走，它的弧形就会比较少，特别去烫，所以说我们要预留一定的长度。那么这个刘海呢，我们现在分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来修剪。首先我们从这边大的位置开始去剪，为什么？因为这边大的位置呢面积比较大，还有一个它比较厚，我们先剪这边剪出层次来，这样呢剪的规律会更好。先剪厚重这边，再剪呢我们比较薄的比较短的那边，我们找到跟我们的鼻梁一个差不多的一个位置过去鼻梁差不多的一个长度，我们把它定好。那么这个长度就是我们现在要定的，定好之后呢，把它分成小的发片去分。好，假如这个大的我们把它分成小片，斜向后的一个发片，我们斜向一边，我们走这边走，我就斜向这一边。好，我们分好之后呢，把它平行于你的划分线输出来，然后找到下面的这个引导线找到引导线之后呢，我们就来修剪一刀下去把这个长度定出来。定好的长度你会看，剪一刀下去，它其实会有点斜斜的一个效果去走。好，这片剪好了，下一片。每一片的位置呢都要向前一片去靠，2靠1 3靠2 4靠3。那么这样剪出来有什么区别呢？就会逐渐的延长这个效果。好，这已经是第2片第3片。大家不要尽可能的性一片去剪掉它，因为你这个发片太大的情况下，剪出来这个效果是不好的。所以说我们尽量的是分的薄少一点点发片去剪，每一片都向前一片靠拢。剪完之后呢，你会看得到它逐渐的有一个长度渐增的延长过去。好，最后一片我们还是采用一样的平行于你划分线的方式去提拉。好，逐渐的放长这个底线。好，这半边的头发我们是不是就通过刚刚分享的这个2靠1 3靠2的方法，平行提拉你的划分线就剪出来了。那这半边的刘海呢，我们的长度其实还可以做得更长，就根据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去改变就可以了。如果我再放长一点呢，我对脸型的修饰效果就好一点。这么长的长度呢，刚好遮到我们这个腮骨的位置就可以了。好，这半边的头发呢，你就看一下这半边的刘海的位置，我们就修剪完成。修剪的时候记住2靠1 3靠2，平行于你的划分线去修剪。好，修剪完这一侧的时候，我们来修剪另外的一侧。这一侧的修剪呢，大家要注意一个重点，就是不需要去再提很高的一个角度了。我们先把它的长度定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长度大概到哪里这边长度是不是差不多都是齐着下巴？那我这边差不多是齐着下巴的一个长度定好长度之后，因为这边的头发呢是比较多，有一定的量在，所以说我们去剪有层次的效果出来，它提起角度剪。
会更加的均匀。然后我们这边头发是没有什么量的，所以我们去剪的这个过程当中，尽量角度低一点，看起来两边就会协调。如果这边角度很高，是不是这边就偏薄偏少啊？看起来就不协调。所以说我们要把这边的位置呢，跟这边做一个协调的连接。所以说这边的位置不需要提什么角度。那我们找到这边的长度的头发，好，我们一步到位去把它连起来都可以。好，把它梳下来，这个就要降低角度啊，把这边长的位置从最长的位置我们去做一个连接性的一个效果，连接到我们这个中心，我们刚刚这个划分线的位置上的这个定点的一个长度，也就是另外一侧的引导线。好，这样呢连下来的时候大家看得到，那我们是不是这边头发少的也是保留了它一些重量啊？然后这样我们在吹干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得到，左右两边它就会形成一个比较协调的效果，不至于说这边很薄这边很厚。我们接下来呢去给它修饰一下。好，我们剪完整个大概的形状整体出来以后呢，现在拿出这个15%到20%的无痕剪刀，我们去做一个修饰。那么修饰呢，我们只需要把它的发尾去柔和就好了，不需要说去多少量，因为本身有点层次，我们去量去多了呢，头发会毛躁，所以我们尽可能性的把整个头发分散在手上，然后呢低角度的去修饰这个发尾。把发尾的头发呢修得柔和一点，这样我们去吹的过程当中，它更加有这个走向感或者轻盈感，是吧？纹理也会更加的明显，吹出来的视觉感会更加的通透。好，这种韩式风格的刘海呢，它是一个百搭的刘海，就是在所有的长发、中发、短发里面都可以去用，所以这款刘海呢，也是大多数去烫发的时候呢，很容易去搭配的一款刘海。不管是剪短发、长发、中发，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搭配。而且这款刘海呢，不会很挑脸型，大部分的脸型都适合。所以我们会在韩国的一些电视剧里面或者是一些韩剧里面你们会看得到非常多的这个女主角都是这一款刘海。好，我们一直到另外一侧的边沿线的位置上，继续把它修饰完。越到后面的时候呢，这种角度要越低，为什么？因为你越高的角度呢，越容易修得它毛躁或者是蓬松，对吧？那么我们角度越低呢，修出来的效果是更加自然。修饰呢，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更加轻盈柔和的效果，看起来会更听话，整个发量。然后我们去吹啊，或者我们在剪完了整体顾客回去的表现上面呢，这个效果会更加的好看，不会显得那么呆板。好，我们通过修饰，大家看得到，那这个刘海呢就已经出来了。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把它直接去吹干。那么我们吹干之后呢，去看这个头发呢，在这个自然分界的地方呢，大家记住头顶的位置是不要分开的，所以我们吹的时候呢，尽量让这条路不要那么明显，然后把左右两边多出来的这个头发呢分走了啊，吹出一点弧度来就好了，不要太大的风。好，我们吹的时候呢，就稍微带一点点弧度，让它整个形状呢更加自然立体。好，吹好之后往侧边走呢，把尾部呢多余的头发向前带。
好，我们这一侧呢，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分片，从前面呢往后去吹，带一点点弧度，不要太过于用力，不要拿很大的梳子来吹，用小一点的梳子吹出来，这个效果呢会更加的自然。好，现在我们这个刘海呢，我们通过一个修剪、自然吹干、带顺一下，就达到了这个效果。接下来我们抹上一点丝发精油，看一下整体的感觉会更加有质感，出来的纹理感更加好看。那么我们在吹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吹得太弯了抹的时候呢，尽量少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我们抹均匀就好了，少量多次不要去抹的特别多，抹多了呢就会造成头发太油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有时候抹刘海的位置呢是要谨慎的，甚至有时候在顾客头上可以不抹它，带顺出来很自然的效果就可以了。抹完之后呢，大家会看得到更加通透的一个感觉，更加有质感的一个感觉。这就是我们头发为什么要去抹造型品，跟我们皮肤上去抹护肤品的原理是一样的让它形成一个更有保护性的效果。好，我们把整个呢抹完之后，用梳子梳一下，这个效果就出来了。这种头发呢，不建议大家用胖胖剪去修饰，胖胖剪去修饰呢，很容易造成这头发线条感太硬，然后一吹干之后呢，太过于毛躁。所以说，建议大家修饰这种头发的时候呢，尽可能性的我们就用无痕剪，在发尾的位置去做柔和就可以了。好，我们整个呢抹均匀之后，再用梳子给它梳一下，就出来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感觉。好，我们这一款韩式的一个小女人味的刘海呢，我们就剪完了。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刘海呢，还是用正常的分法，1/3的刘海位置往前走，然后我们在这个眉头与眉峰之间的位置呢分开。如果你走左走，那我们就在右边分；走右走，我们就在左边分。那分的位置不要很明显的有一条路，我们只是把这个头发呢有一个界限，分的有走向就可以了。那我们剪的之前呢，首先定好一个长度，那么这个长度呢，如果你露眼睛，那就不要短于眼睛的一个长度，你根据你需要的去定。定好之后呢，2靠1 3靠2 4靠3，一片一片往前带，平行于你的划分线，这样逐渐的形成一个走向留长的一个效果。另外一侧呢就不需要提角度，因为这一侧比较少，提的角度呢会变得比那边更薄，所以看起来是不对称。所以少的这边不提角度，重的这边提角度。我们修剪完整个效果是要对称，形成有比例感。吹的时候呢，发尾的位置吹出一点弧度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刻意的去把它吹得太弯
吹得很鼓的话，那会形成一个太短的效果，所以这个刘海呢刚刚好到眼睛位置是最佳的一个位置。那么这款刘海呢修剪就已经完成，大家来看一下细节效果。那么下一款刘海继续与大家分享。